大家好，我是李灿，欢迎收看我的边走边聊节目啊。今天雾气挺大的啊，又来到周末了。我感觉今天早上有点没睡醒啊，我5点多钟闹钟就响了，然后我睡着了，睡到6点半，然后又睡着了，醒来一看，天哪，7点半了啊！时间过得特别快，感觉一到周末人特别疲惫啊。不过最近我是挺有收获的，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问题，就是学习中文的问题吧。是我自己的所思所想啊。有些同学说，老师这个所不是口语里头不用的吗？我告诉你啊，放心的用啊，所思所想所得，所以都可以啊。我今天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人啊，就中文水平到了一定的程度，我特指就是到了中级的水平吧。到了中级的水平之后，其实有点停滞不前了。而且其实我发现啊，就是我的视频的受众应该普遍是这部分的同学，就是比如说初级的同学，应该很难真正的享受我的视频啊。可能我说话他们也不是特别能理解啊。所以有朋友说，老师能不能提供这个拼音啊？对，我会觉得其实同学你可能还不应该看我的视频。假如你还需要拼音的话，对，我这个视频的内容其实说实话相对而言对你有点深了啊。可能我刻意说话还是变慢了一点。我是觉得这样针对就是大部分是中级对及以上的朋友啊，高级的朋友你可能觉得我说话速度太慢了，可以直接去看大树中文。对，很多朋友说你是不是你不是大树中文里头那个灿叔吗？啊，我说不是的啊，你看错人了啊。对，啊，又扯东扯西了，说了很多。今天我要说什么呢？啊，就是假如你已经到达中级的水平之后，对吧？你如何自学？如何自学中文，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这其实是一个挺难的问题，因为说实话，在初级的时候，就是你要跨过这个门槛啊，进入中文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挺容易的，我觉得，并不是很难啊。但一旦到中级以后，你想要提高啊，特别是想提高自己这个说话能力，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老师我这个听力水平还可以啊，听你说话基本上也都能听懂啊，但是好像让我自己说的时候，怎么总感觉说不出话来，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这个时候其实我说实话啊，我在一定程度上我也不知道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呢，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经验吧。就是从去年年底的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接中文私教课啊，你也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打广告的行为啊，没有关系。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继续啊开始我的这个新的课程啊，之前的老学员都回归了啊，然后有新的学员回来啊，这其实就是和他们接触之后是这样的，我可以这样说自己，我其实是一个半路出家的中文老师。我本来并没有学过中文的这个教学的专业啊，不像有些老师。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就是我和这些中文老师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他们是专业的，他们是专门学中文教学的。但是，专门学中文教学的老师，其实说实话，在一定程度上比较适合做引路人。引路人就是把大家本来在毫无基础或初级的水平慢慢往上引啊，他们适合做这些事情。引路人他们做得非常好，他们有一整套的系统，不管是发声还是这个语法结构等等。但是呢，再往上走，一旦到中级以后呢，其实我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是这样想的，虽然我是一个半路出家的这么一个老师，半路出家的和尚，但是我的优势在哪里？就是我本身对中文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和体会，就是我本身特别喜欢写东西。
写作是我的专长和爱好，而且说实话，就是做视频这么多年呢，我发现自己的这个口语表达能力确实也越来越强了。我之前和我一个学生还说过，就是其实你不用灰心丧气啊，你现在遇到的困境，就是我曾经遇到的困境，就是我曾经作为一个母语者我遇到的困境。他说不会吧？我说真的。当然那个同学的水平是挺高的啊，他就是中文很流利，而且他是再说多点，他可能就知道在说他了。他是在8岁的时候来到了这个美国啊，你知道我在说谁了吧？对不对？好，就是我觉得他的中文其实发音啊、整体的流利度啊等等都特别好。他可能觉得自己的问题在于就是表达比较难的问题，比较难的观点和话题的时候，感觉有点捉襟见肘啊。这个词我老用，同学们记住啊，捉襟见肘啊，就是不知道该如何说了。这个其实我特别能体会。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其实我在开始做这个中文教学视频之前，我是一个口拙之人。什么叫口拙之人呢？就是嘴巴挺笨的，不是那么会说话，而且说话也不怎么好听啊，发音啊，这个口音特别重啊。我是一个南方人，口音特别重啊。那后来我是怎么一步一步达到现在这个状态？就是这样，在这么一个公园里头，大家当然看不到任何人了啊，但其实是周边还是有很多人的，他们只是没有入境而已啊。对，就我怎么做到这样脸皮这么厚啊？就这样不断的说，其实都是练出来的呀，朋友们，练习才能达到完美的境地。当然现在不能说完美，练习才能让你蒸蒸日上呀。那么练习应该怎么练呢？肯定是有方法的，对不对？对我而言，就是我自己这些经历，过往这些经历，作为中文博主、中文教学博主的这些经历，反倒是我相对于其他科班的中文老师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我真正能体会，就是中文，比如说你到达中级的水平之后，你想提高，就是这个时候你想涉及更深入的话题、更复杂的内容、更复杂的表达、更繁复多变的表达方式的时候，其实你有点不知所措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时候就是我的优势所在了。所以我在这里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假如啊想聊更深入话题，假如你的中文已经到了中级的水平啊，发现自己又有点停滞不前的话啊，可以来上我的私教课啊。我可以作为大家在这个阶段的一个领路人，但是我不能保证完全把你100%从中级提高到高级，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个其实就涉及了我今天要聊的一个重点，就是除了和老师上课之外，除了1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1节课之外，你自己能做些什么事情？其实说实话，事在人为，就是我一步一步这种给自己找一个特别好的词儿，蜕变到如今这样的一个境地，它是怎样一步步实现的？它有没有有迹可循吗？啊，有没有一定的路径可以去走呢？跟着一步一步去走呢？肯定的。说实话，大家其实做任何事情之前，可以想一下，细想一下啊，自己想达成的目标是什么？自己的这个优势在哪里？自己的不足之处在哪里？比如说我之前一开始做这个视频的时候，给自己选定了这样一个中文教学的赛道，就是因为我对自己的优势非常的清楚。我估计是在我开始做这个中文视频教学视频的时候，我其实也做了好几年了嘛，大家也知道啊。对，我的老观众都知道啊，之前我还录过《哈利波特》，对不对？就是我知道，我才开始做的时候，那个时候油管上的中文老师啊，整体而言，就以英文教学的是居多的，对，那个时候比较少，大部分都是英文教学。那个时候我闯入进来了，
我不能说我是一个真正带动这么一波人去做这些事情的人，我只是觉得我刚好发现了这么一个缺口，就是我当时就会想，就是学习中文学习者他不可能永远都是听英语的解说吧，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在学别的语言，你让我用英语去学习别的语言，我是有点受不了的。我觉得这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所以这是一点，这是我考虑的一点。我就觉得纯母语对于学习者而言，特别是中级以上的学习者而言，才是真正有用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会觉得我的优势在哪里？那个时候虽然我也知道自己是一个嘴巴挺笨的人啊，说话口齿不清啊，发音还有问题啊，口音特别重啊，但是我也知道自己的优势所在，就是虽然我专业是英语，但是我对中文的语感特别好，从小特别喜欢看书啊，而且我有很多积累，而且我觉得我的这些想法未必是大部分中文老师所拥有的，可能专科的就是专业的科班的中文老师，他更在乎的是教学法之类的东西，而我更在乎的是整体通过中文作为一个载体，你能展现的东西，比如说历史的东西、文化的东西、经济的东西，我都有所涉猎。又出现一个所，对不对？这里也可以用啊，当然可以用，有所涉猎啊。就是中文其实没有那么严格的界限，你有时候甚至在说话的时候，带上一点点感觉是有点正式的这个腔调的东西，说话的方式，其实会让你整个说话的一个最终呈现出来效果大大的提高。中文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由的语言，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就是真的就是我越学习别的语言，越觉得中文真是极端的自由，自由奔放啊，无所拘束。对，所以中国人的思想就是这样，中国人的思想就是这样无所拘束，极尽包容的，就扯到别的东西上面去。所以我感受到了自己的，我明白了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对不对？那我好好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啊，那自己的这个不足之处就需要去克服它。怎么去克服它？练习，抓住这个核心的所在，抓住自己问题核心的所在在哪里。就说话实在口音太重了，然后磕磕绊绊的。那个时候我可能和很多中级的学习者或者中级往上一点点的学习者也差不了太多。虽然我是一个中文母语者，我说话我并不特别能说话，都是短短的一两句我就说完了。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不知道该如何把自己几十年应该有了学下来这些东西，本来已经内化的东西，让它外化呈现出来，我不知道。然后我一直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好像没有那么厉害的人，但是事情就好像是这个样子啊。一旦你开始决定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一步一步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这个前进的这个脚步，他就不再停下来了，就真的像一个多米诺骨牌似的，就不断往前推倒。我做的事情其实就非常简单，就是做很多视频，就不断的摸索方向上楼梯好累，体力如此，就是我得不断摸索方向，因为我脑子里其实有很多东西，我怎么把它们嵌入中文教学的这个内容里头，这个方向里头。那个时候我就会，首先我记得我做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是像读书啊，对不对？像读哈利波特啊，然后后来做一些文化类型的东西，还有绘本啊等等，我在不断的尝试。其实就是现在很多中文老师
尝试过的东西我都尝试过啊，再尝试的东西我都尝试过。我首先可能会去模仿他人，就看现有的一些东西是什么，比如说别的有些语言的频道我关注了，我看他们做什么，因为中文领域当时并没有这些东西。但是慢慢的我就会摸索出来哪些东西比较适合我能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包括就是这个后来我会认为这个播客的形式是非常非常利于中文学习的，所以我就找茶叔和笨叔啊，我们3个人组团啊，做了大叔中文的频道，对不对？但是同时我之前也反复的和大家说过很多回啊，就是需要你去不断去摸索，去尝试，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但这个路径必须是正确的。我现在在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一个经验，就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是其实我这个人脑子是基本上不会停下来的，就做事情的时候，我会不断的去想着怎么优化这个事情，不管是这个我自己学东西也罢，或者我在教中文也罢，我觉得肯定会有更好的方法呀。对于学生而言，肯定也会有更好的方法呀。然后这个方法它一定是能实现的嘛？因为学生们其实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和我上课的学生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他除了和我上课之外，他怎么去学习中文？他当然很多学生有自己的一套理念和方法，但是我能不能给他们提供一些价值？我的角度的一些价值呢？其实有的。其实我是比较喜欢赶潮流的这么一个人啊。就我觉得现在这个科技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啊 ，AI 已经兴起了，这绝对是下一个风口啊。可能我未必能赶上 AI 的风口，但是我觉得一定要好好利用起来。不管是中文教学也罢，中文学习也罢，就对于我们这种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而言，一定要好好利用起来。那么对于学生而言，应该怎么好好利用呢？其实说实话，就是我会去设身处地的去替学生们去想一个事情。我平常除了和中文老师的这个上课聊一些比较深入的话题之外，我怎么有效的自己也去做呢？这个其实就涉及到我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你一定要多输出的。多输出就是多去说。但是很多人说，老师我又一个星期只有1节课，对不对？那平常没有和中文的母语者聊天的机会。但是说实话，我就和你说掏心窝子的话，你就算真的能找到中文母语者和你聊天，未必你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么的契合，你们就能聊你们想聊的东西，可能他未必真的能理解你，能理解你真正想表达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说实话，反倒是 AI 登场的时候了。我之前就已经推过 AI 了，我现在再给大家推一次 AI 啊！就我现在我自己会设身处地的去为学生去想，然后我觉得，假如我在学习一门语言的时候，比如说我觉得自己的英语还不够好，因为我觉得我英语水平的话大概在中高级吧，我其实有些相对会更复杂的一些表达方式我还是不会，有些更为深入的内容我其实还聊不出来。那我就想，我作为一个学生，我能不能通过通过 AI 去做这个事情，去提高自己的这个英语的表达能力呢？我那天就试了一下，用 ChatGPT， 我就和他聊，我说你听没听过哪吒2？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下，然后我发现 ChatGPT 它是一个可能是普遍所有的 AI 啊，他们都集成一个特别好的功能，就是倾听。然后他听了你的话之后，然后他会直接在问你的同时，你其实说实话，你就能循着他的问题再说下去了。
你说完自己，再说完一段之后，他会提取你的这些信息，然后给你他的答案，然后最后他又给你抛出一个问题，几乎这个东西是绵绵无尽的。其实就像你在和中文老师上课一样。那很多学生说，老师你这样是不是自断财路，对不对？那既然有 AI 了，我们还需要中文老师吗？那其实说实话，当然了，当然需要。中文老师 AI 的 ChatGPT 的，我是觉得它首先它是文字版的啊。很多人说，老师你之前推过这个豆包啊，对豆包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和他之间聊天也可以，但其实我是更推荐的啊。一开始的时候先用文字去聊天，为什么呢？文字的话，你有时间去组织你的语言，你直接说话的话啊，你一开始的时候发现会有一些困难，对。但是你在用文字组织的时候，你脑子里要有声音，你知道吗？其实只是说，在当下把你这个口语的语言转化为文字而已，不是说你纯粹用一种书面体去和这个 AI 去聊天，而是用口语体。而且一开始的时候可以给它设定一下，就是说你现在是一个中文老师，我现在需要和你练习中文的口语。然后我需要是什么样的要求啊？比如说我在中间有些东西表达不是特别地道的话，请给我指出来。对，然后我现在需要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这是我感兴趣的话题，等等。其实你每天就可以和他聊个，有时间的话啊，多聊一会儿；没时间少聊一会儿，这样就能保证你每天都在输出。你说实话，你和中文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其实也是输出。你现在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去输出，而且这个对象，说实话，他也有挺好的能力去接你的话，然后让你们这个话题不断往前走。那很多人就说，老师，那这样的话，我是没有必要找你上课了呢？话不是这样说的，想找我上课还是可以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实在的人。这其实涉及到另外一点啊，就是人会不会最终被 AI 所取代？我其实有一个观点啊，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我觉得人不会被 AI 取代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人，他永远只是单独的一个人。我这个人是由我过去的所有经验，以及我所学的所有知识组成的。这么一个状态，我现在一个单独的人，是独特的一个人。但是 AI 它是集成了所有的知识，所有的经验，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智能体。其实你和这种人，你和这种存在的物体打交道的话，其实有时候会少了一点和人之间打交道的那种很密切的、亲切的那种感觉。那种很有温暖的那种感觉，对，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人相对于 AI 具有的永远的一个优势，一种温暖的情绪上的这种流动的感觉。对于中文教学而言，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中文老师他可能会永远存在下去的这么一个地方。当然以后甚至会有那种即时的翻译，对不对？现在其实我已经看见了。有些眼镜儿它可以直接做翻译了，你说出的中文它直接给你翻译成英语，然后别人说英语你直接听到就是中文。但是有没有必要学习？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学习中文，他就是想学习一种语言而已，对不对？想真正走进这个语言的内心，走进说这些话的人的语言的内心，是一种真正人和人之间温暖的这种交流。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话很多啊，再见，下期再见。